上期讲到，窦宪攻灭北匈奴，立下了燕然乐石的巨大功绩后，窦氏一族便在朝中骄横跋扈，结党营私，胡作非为。汉和帝刘肇在宦官郑重等人的支持下，终于除掉了窦宪，从此宦官便逐渐走进了东汉的权力中心。那么，宦官是如何崛起的？他们对东汉王朝的覆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从汉和帝到黄巾起义及宦官崛起。公元105年，汉和帝刘肇驾崩，时年27岁。由于他的许多皇子夭折，只有长子刘胜幸存，但自幼生有怪病，无法医治，所以幼子刘隆出生后就被送到了民间收养。然而，刘隆出生仅100多天，刘肇就驾崩了，只能将他从民间迎回，立为皇帝即汉升帝。可刘隆在位仅8个月就驾崩了，只能从宗族子弟里选了刘庆的儿子刘祜为皇帝即汉安帝。由于汉安帝只有13岁，所以朝政由邓太后把持，直到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后，28岁的刘祜才开始亲政。刘祜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宦官蔡伦自己到廷尉处去认罪。那么，蔡伦到底犯了什么罪呢？蔡伦是贵阳郡人，他出身于铁匠世家，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之后，窦皇后便派他去监视宋贵人，宋贵人被杀后，是蔡伦亲自去验的身。公元105年，蔡伦经过反复试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就渔网为原料，造出了中国最早的纸张，被称为蔡侯纸。他所改进的造纸术，后来被列为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在没有蔡侯纸之前，汉朝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绢帛。但是竹简不仅笨重，书写起来也费时费力；绢帛虽然轻便，但价格十分昂贵，无法大量普及。而蔡伦造纸术的改进之后，使书籍变得既便宜又方便，可以大量的流通，普通人也有了获得知识的可能。他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都做出了无法衡量的贡献。3到4世纪，纸张已经基本取代了竹简和绢帛。8世纪，造纸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然后通过阿拉伯传入了欧洲。12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开始设立纸厂。13世纪，意大利和德国也相继设厂造纸。直到16世纪，中国的造纸术才传遍欧亚大陆，取代了当地传统的羊皮纸和埃及的缩草纸等。可当时的蔡伦以及汉王朝都还没有意识到此项发明的伟大。公元114年，蔡伦因为给邓太后担任侍卫有功，被封为龙亭侯，10亿300户。邓太后去世后，汉安帝便让他去廷尉处认罪，因为当初窦皇后派他去监视的宋贵人便是汉安帝刘祜的祖母。蔡伦接到诏书后，耻于受辱，他沐浴后穿戴整齐，饮鸩而死。随后，他的封地也被废除。刘祜亲政后，重用自己的乳母王胜，他对王胜言听计从，于是王胜便开始专权。王胜的2个女儿也趁机掌权，致使皇后、外戚、宫女、宦官一同乱政。公元125年，汉安帝南下游玩，在抵达宛城的时候突发疾病，只好下令回京。走到叶县的时候，病死于车中，终年32岁。刘祜仅有一个儿子刘保，还被他废了太子之位，于是只能将他的堂弟刘毅迎立为帝。可同年10月，刘毅就因病驾崩了。这时，废太子刘保的乳母宋娥联络了宦官孙成等人，清除异己，将刘保立为皇帝，即汉顺帝。汉顺帝继位后，将帮助他登基的19名宦官全都给封了侯，史称19侯。乳母宋娥则被封为山阳君，10亿5千户。公元132年，刘保册立梁纳为皇后，梁纳的哥哥梁冀被拜为大将军。梁冀得势后，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贪污受贿，权倾朝野。可梁冀的问题还没解决，公元144年，年仅30岁的刘保就驾崩了。之后，年仅2岁的太子刘秉继位，即汉冲帝。由于汉冲帝年幼，朝政由皇太后梁纳把持，从此梁冀更加的飞扬跋扈，致使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第2年，刘秉也驾崩了，年仅3岁。于是
梁冀就迎立了年仅8岁的刘纂为帝，即汉之帝。刘纂看不惯梁冀的作威作福，在一次朝堂上，他当着群臣的面称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大怒。当天退朝后，就安排刘纂身边的亲信将毒药放入他食用的竹饼之中，致使刘纂被毒身亡，年仅9岁。之后，梁冀又迎立了15岁的刘志为帝，即汉桓帝，朝政依然由梁太后把持。公元150年，梁太后临终前下诏还政于刘志。刘志为了奖励梁氏家族，拥立他有功，给梁冀再次增加万户食邑。至此，梁冀一个人的食邑就达到了3万户，远远超出了汉朝封侯的界限。公元159年7月，刘志的皇后梁女莹病逝。这时，刘志最宠爱的贵人邓蒙女就有望成为新的皇后了。这让梁冀非常的担心，一旦邓蒙女被封为皇后，那么之后便是邓氏外戚的天下了。于是他便派出刺客夜闯邓蒙女的家，准备行刺邓蒙女的母亲。结果却被邻居发现，没有刺杀成功。邓蒙女的母亲连忙上奏刘志，致使刘志大怒，准备密谋诛杀梁冀。可是皇宫内外都是梁冀的眼线，还没等他动手，梁冀就有可能先废了他。于是为了避开梁冀的眼线，刘志在上厕所的时候秘密地召集了5名宦官，他们分别是唐衡、单超、徐晃、居苑、左冠。刘志在厕所里和他们5人歃血为盟，是要诛杀梁冀。随后刘志就派5名宦官秘密地去通知靠得住的官吏把守宫门，居苑则率领着左右救邹、虎贲军、羽林军和都后监给事共计1000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的府邸。梁冀见大势已去，与妻子一起自刎而死。随后梁氏宗亲的数十人被处决，党羽300多人被罢免。至此，梁氏外戚被一网打尽，梁冀的所有财产也被没收，竟然查抄出了30多亿钱。刘志将其充入国库，并且下诏减免全天下百姓1半的赋税。立了大功的5名宦官被同日封侯，史称武侯。从此，宦官不仅可以参与政事，而且还掌握了兵权，就此拉开了宦官专权的序幕。朝中的大臣们对此非常不满，可是他们斗不过宦官，还不停地被宦官打击报复。公元166年，士大夫与宦官的矛盾终于达到了顶点，宦官以党人的罪名禁锢士大夫，即著名的党锢之祸。最终2次党锢之祸都以士大夫的失败而告终，士大夫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为后来的天下大乱埋下了隐患。公元168年，汉桓帝刘志驾崩，享年36岁。由于刘志的皇子都被皇后给杀害了，于是只能在宗族子弟里选了12岁的刘弘，迎立为帝，即汉灵帝，朝政由皇太后窦庙把持。窦庙的父亲窦武由于拥立刘弘有功，被封为大将军、文喜侯。在太傅陈蕃的劝说下，窦武准备彻底铲除宦官。他多次上奏，告诉自己的女儿窦太后，现在宦官参与政事，手握兵权，为非作歹，想要天下太平，就必须彻底铲除宦官。但窦太后一直犹豫不决。到了8月份，窦武准备秘密处决宦官。他罢免黄门令，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山兵，将宦官郑萨逮捕入狱。陈蕃建议他立即杀了郑萨，但窦武却犹豫不决。他让山兵等人审问郑萨，郑萨交代了所有宦官的违法行为。于是窦武便打算将这些罪证都上奏给窦太后，让他批准抓捕。之后他便回家了。宦官朱宇得知后，连忙跑来偷看了窦武的奏章，发现窦武竟然想将宦官全部诛杀，这他们就不能再等了。当晚，他们就召集了众多宦官，挟持刘弘，关闭了宫门，逼着尚书署的官员拟写诏书，任命王府为黄门令，持节去逮捕了山兵等人，释放了郑萨。接着，他们又劫持了窦太后，夺走了皇帝的玉玺，让郑萨持节去逮捕窦武。窦武得知后，连忙跑入步兵营，召集了数千人来到宫门，对将士们说：“宦官准备谋反，凡是尽力诛杀者，重重有赏。”可宦官们却说，窦武正在谋反，诛杀叛逆者，重重有赏。这下把将士们都搞蒙圈了，不知道该听谁的。
可是宦官们的手里掌握着皇帝，还有皇帝的玉玺，众人也就只能听信宦官了。双方从午夜一直对峙到中午，窦武手下的士兵几乎快要跑光了。最终，窦武被围后自杀，窦氏被灭族，窦太后也被迁徙到南宫囚禁了起来。从此，宦官更加的有恃无恐，无人再是他们的对手了。公元180年12月，何贵人为刘弘生下了皇子，取名为刘辩，刘弘便将何贵人立为了皇后。何皇后的大哥何进和二哥何苗也被招入朝廷担任要职，何氏外戚便继续与宦官展开了争斗。然而此时朝廷腐败，宦官与外戚争斗不休，边疆的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就在这时，又逢天下大旱，颗粒无收的百姓难以果腹，可朝廷不但不积极赈灾，还不减免赋税，致使天下百姓走投无路，饿殍遍野。公元184年，太平道的张角发动了黄巾起义，接着各州郡接连失守，朝廷震动。刘弘采用了黄甫松及吕强的建议，解除党锢，积极地组织军队，开始平叛。那么张角是如何起兵的？黄甫松能否平息叛乱呢？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外戚和宦官争斗不休，兵役和徭役繁重，又逢天下大旱，走投无路的贫苦百姓便在张角的号召下揭竿而起，他们投保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那么张角是如何起兵的？朝廷又是如何平息叛乱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黄巾起义及黄甫松平叛。张角是巨鹿人，即今天河北宁晋县人。他受太平经的影响，同时吸收了早期的黄老学说，创立了太平道。他用念过咒语的符水为人治病，病人痊愈后视他为神明。之后他广收门徒，派门徒四处游走，去传扬太平道。仅10余年间，信徒便扩充到了数十万人，遍布各州郡。随后他将信徒设立为36坊，大坊有10000余人，小坊也有6、7千人，每坊设一名渠帅，由他统一指挥。他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准备起兵叛乱。公元184年，张角让各地信众在洛阳城以及各州郡官府的墙壁上用白土标记上甲子2字，作为起事后攻打的目标。正式起兵的时间定在了3月5日。36坊的总渠帅名叫马义元，张角让他把荆州和扬州的数万信徒全部收拢到邺城，即今天的河北临漳县，准备从这里开始起兵。随后他又派人前往洛阳，联络了中常侍封虚和徐凤作为他们的内应。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就在这时，太平道的内部却出现了叛徒，张角的弟子唐周上书告发了他们的阴谋，导致他们还没起兵，作为总渠帅的马义元以及1000多名信众就被逮捕了。马义元在洛阳城里被车裂而死。之后汉灵帝刘弘下诏，立即抓捕张角等太平道的首领。可张角并不慌张，他不但没放弃起兵，还把起兵的时间提前到了2月份。他自任天公将军，弟弟张宝和张良则分别被任命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正式宣布起兵。同一天，各州郡都被黄巾军突袭，府衙被焚烧，地主豪强被劫掠，各州郡抵抗不住，官员纷纷逃亡。只用了10几天，就四处烽烟，天下大乱。汉灵帝刘弘大为震惊。3月3日，刘弘拜何进为大将军，率领羽林军驻扎在洛阳城外，保卫京师。同时，洛阳外围的8大关隘也设置了都尉，布防守卫。朝堂上，刘弘采纳了黄甫松和中常侍吕强的建议，解除党禁，赦免被宦官诬陷的官员，积极组织平叛。他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黄甫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卢植是涿郡涿县人，即今天河北省涿州市人。他曾担任过九将军和卢将军的太守。他还是当世大儒，门下弟子有公孙瓒和刘备等人。黄甫松是安定巢那人，即今天宁夏固原人，是北地郡的太守。朱俊是会稽郡上虞县人，即今天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他们兵分2路出击。卢植率军北行，前往冀州去平定黄巾军。黄甫松与朱俊则率领4万人出兵颍川郡。
颍川军的治所在阳翟，即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朱俊的大军在前，黄甫松率军殿后。他们到达颍川后，黄巾军的将领波才率众出击，朱俊不敌，连忙撤退。波才乘胜追击，朝着黄甫松的大军就冲了过来。黄甫松见敌军来势凶猛，只得暂时退守长社，即今天河南省长葛县东北。波才率军将长社团团围住，准备一举歼灭汉军。长社是个小地方，城小人少，而黄巾军人多势众，一时间长社被围得水泄不通，将士们异常的惶恐。可黄甫松观察完敌情后，却告诉众将，兵有奇变，不在众寡。黄巾贼寇依草结营，最害怕烽火，只要我们夜里出击，趁机烧营，则对方必定阵脚大乱，我军迅速出击，则大功可成。于是到了夜晚，黄甫松命令将士们扎好火把，派遣精锐偷偷地前出外围，纵火大呼，然后城上也点燃火把，与之呼应。随即黄甫松借此声势，鸣鼓出军，冲入了敌方的大营。黄巾军缺乏战斗经验，惊慌之下只能四处逃窜。正在这时，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现在还只是个骑都尉的曹操也奉命赶来。于是黄甫松、曹操、朱俊合兵一处，追击黄巾军的败军。最终黄巾军数万人被杀，大败而逃。刘宏收到战报后大喜，封黄甫松为都乡侯。6月，黄甫松和朱俊在汝南郡再次大败波才，迅速地平定了颍川郡、汝南郡以及陈国。8月，他们又在仓亭击败了黄巾军，斩杀了7000余人，将领不易被擒。至此，洛阳以南的黄巾军主力基本被平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卢植的北路军。卢植攻打的是张角的主力，包括张角的2个弟弟张宝和张良。他率军来到冀州后连战连胜，张角被迫撤退，一直撤到了广宗，即今天河北省威县东。卢植将广宗城团团围住，随后他命人一边深挖壕沟，一边制作大量的攻城器械，准备在这里彻底消灭张角。正在这时，刘宏派了一个名叫左峰的宦官前来督军。有人建议卢植要给左峰行贿，要不然必定会被穿小鞋的，但被耿直的卢植断然拒绝。果然，没讨到好处的左峰非常气愤，回到洛阳后就对汉灵帝说，广宗城很容易就能攻破，可卢植就是按兵不动，我想呀，他应该是等着老天爷用雷劈死张角吧。刘宏听后大怒，立即下诏免除了卢植的官职，并用囚车将其押往洛阳。随后他拜董卓为东中郎将，接管卢植率领的大军。董卓是陇西郡临洮人，即今天甘肃省岷县人。他的父亲曾做过颍川郡伦氏县的县尉，随着父亲的离职，他也返回了家乡。成年后，他在陇西郡担任官吏，因为平叛胡人有功，一路升迁到并州刺史及河东太守。董卓上任后，立即改变战略，他放弃攻打广宗，率领主力北上，前去攻打张宝驻守的曲阳。然而他将曲阳围攻了2个月，就是拿不下来。刘宏没办法，只能将董卓也罢免了，交给廷尉审理，让黄甫松移军北上。10月，黄甫松率军到达了广宗城，他与张角的弟弟张良数次展开激战，可依然久攻不下。有一天，黄甫松观察敌情的时候发现，黄巾军的将士们上了战场是非常勇猛的，可休息的时候却异常的松散。于是他立即命令大军休战，不得主动出击。果然，休战后的黄巾军变得松懒散漫。鸡鸣时分，黄甫松下令全军出击，趁夜突袭敌营。黄巾军仓促应战，一败涂地。最终3万多人被斩杀，5万多人投河而亡，主将张良战死。黄甫松命人砍下张良的首级，派人送往洛阳。随后他让人四处搜寻张角的下落，然而被告知张角在他到来后不久就病死了。至此，黄巾军的3公将军就只剩下曲阳的地公将军张宝了。11月，黄甫松与巨鹿太守郭典合兵攻下了曲阳，黄巾军死伤10余万人，地公将军张宝也被斩杀了。就这样，不到1年的时间，张角3兄弟全部被除，黄巾之乱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皇甫嵩一战定乾坤，名震天下，被称为大汉最后一位战神。刘宏任命他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并封为怀里侯，10亿8千户。皇甫嵩奏请刘宏，希望能免除冀州百姓1年的田租，用来赡养饥民。刘宏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冀州的百姓写歌传唱道：天下大乱兮，是为虚；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跟随皇甫嵩出征的还有豫州刺史王允。他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写给黄巾军的信，王允便怀疑张让私通黄巾军，于是他立即给刘宏上书揭发张让。然而张让可是10常侍之一，是汉灵帝最为宠信的宦官。那么王允的揭发能够成功吗？作为宦官的10常侍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